我嫁过2次人。第一世，我选择了竹马顾云峥，成亲后，我俩恩爱有加，儿女双全，是圣经的夫妻典范。可8年后，她失踪多年的白月光柳莹莹突然回京了。顾云峥为了娶她，跪在我面前哀求：沈云瑶，我当初娶你是以为莹莹死了，既然老天安排我们重逢，你就委屈一下降为妾室，成全我们吧。我不甘心，也为了不让孩子沦为庶出，拼死反对。可顾云峥恼羞成怒，竟买通山匪掳走了我们母子3人，儿女在我眼前被害，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没了气息，我也沦落成匪寨的奴仆，受尽折辱，含恨而终。第二世，我改选了另一个竹马小侯叶谢，听说前世我被掳走后，只有他苦苦寻我，果然成亲后他待我比顾云峥更好。正当我以为这辈子能有善终时，谢坑却像顾云峥一样跪在了我面前。沈云瑶，莹莹回来了，她想嫁人了，正考虑我和顾云峥，可她这人心气高，不愿做妾，你退为平妻，将正妻让给她好不好？有了前世教训，我没有反抗，而是平静地提出了和离。可谢衡却不愿意，他认定和离会让他颜面扫地，于是强迫我自愿降为平妻后，将我囚禁了一生。我病重而死，直到咽气，谢衡也没来看过我一眼。我至始至终只是他们最合适的人。再睁眼已是第3世，娘亲将顾谢2家的议亲书放在我面前，瑶儿，你自己选吧。我一个也没接，转头问爹，上次宫宴陛下不是有意让我进宫为妃吗？既然都是做妾，那我不如做皇帝的妾。爹娘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我葫芦里又在卖什么关子。娘拉着我，心疼道：闺女，是顾云峥和谢衡欺负你了吗？怎么突然赌气要进宫？我想起2世悲惨的下场，心口依旧像压着一块大石头，沉闷的喘不过气。可我害怕爹娘担心，只能强压着汹涌的泪意，故作镇定道：他们没有欺负我，我也没有赌气。祖父在世时做过错事，虽然事情不大，可却连累了爹不受陛下待见。我要是进宫为妃，兴许还能帮着爹一点。爹满眼心疼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宽慰道：闺女懂事，爹已经很高兴了。可是爹再不受重用，也不会拿闺女的终身大事去博前程。爹记得你总夸顾云峥英勇，首战便能封将，若是你心悦他，就选他吧。我知道爹是真心为我好，因为我确实更喜欢顾云峥。他武将世家出身，18岁便代父出征，一战成名，是女子们都仰慕的对象，我也不例外。我喜欢他策马奔腾，长剑出鞘的飒爽，喜欢他一马当先，不惧生死的勇敢，所以第一世我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。可惜我知道他的一切，却偏偏不知道他心里藏着一个人。酸楚涌上喉头，将思绪截断。我揉了揉眉心，从回忆中清醒过来，唯心却坚定道：爹，我是欣赏顾云峥，但那不是爱，我不嫁。父亲微微一怔，正想问为什么，却被母亲拦住。你一个大老爷们，哪里懂女儿家的心思？顾家小将军确实能给人轰轰烈烈的快意，但我们女子更渴望的是细水长流。瑶儿，娘倒是觉得谢小侯爷不错，你不是也总说他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吗？娘亲的想法其实也没错。谢坑跟顾云峥不同，他学富五车，为人正直，是个没人能挑得出错处的端方君子。而且他19岁官拜尚书令，是皇帝跟前的大红人。市井巷陌一直有句传唱甚广的词：嫁人当嫁谢二郎，可我却只是将他视为良师益友，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。直到第一世被山匪劫持后，听说他费心费力到处寻我，我才惊觉自己错过了明珠。所以重生后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谢坑，本以为这次能安稳一世，可没想到当年他苦苦寻我，只不过是因为柳莹莹嫁了顾云峥，谢衡心如死灰，这才退而求其次选了我。但凡他有机会跟柳莹莹在一起，我便什么都不是，就连我死的那天，他都懒得过来看一眼，只顾陪着柳莹莹逛灯会。喉头的酸楚愈发浓烈，声音也多了一分止不住的哽咽。娘，谢坑再好，也不是我的良人，我也不嫁。看着我坚定不移的神情，爹娘终于相信了我的决心。可是爹仍旧担忧道：闺女，你若想求良人，那更不能进宫了，陛下3宫6院的，哪会一心待你好？要不爹娘再给你相看相看别家儿郎。我摇了摇头，爹，不管相看谁，总归会期盼夫君一心一意，可谁又能保证嫁的那个人将来不会变心呢？与其赌这种不确定性，倒不如直接嫁个一开始就没有期待的。父亲拗不过我，只能长长叹了口气。罢了，我这就把顾谢2家的议亲书送回去，再进宫回禀陛下。我接过议亲书道：爹，你直接进宫吧，议亲书我去送，毕竟有些事我总得亲自面对。因为顺路，我先去了谢府，谢衡正在练字，见我来了，赶紧放下笔，笑意盈盈地迎了上来。沈云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瞟了一眼桌案上的宣纸，客套地寒暄了一句：凤求凰啊，字写得真不错。谢衡微微一愣，脸色发红，
沈云瑶，你要是喜欢就送你。谢恒向来是自持内敛，是个情不外露的人，但唯独在我面前，他会脸红。要不是经历过前世的搓磨，我大概还会像从前一样，认为他是爱我的吧。可如今再看见这种种伪装出来的深情，我只能默默感叹一句，演得真好。我拉回思绪，平静地摇了摇头，疏离道，不用了。凤求凰该送给心爱之人，可不能谁喜欢就送谁。谢恒背脊一僵，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但很快便恢复如常。他温柔地笑道，沈云瑶，别打趣我了，我心悦之人是谁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这才拿出一亲书，轻轻地放在桌上。谢小侯爷莫非想说心悦的人是我？谢坑看着一亲书，反问，不然呢？从前我就跟你说过，我将来要娶就娶心上人。沈云瑶，这一亲书还不能让你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嘲讽地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，谢小侯爷若当真心悦于我，为何不早些上门提亲，偏偏要等到官府寻不到柳莹莹，判定她身死后才来一亲？谢恒神色一凛，下意识地皱眉辩解道，沈云瑶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跟柳莹莹根本就不熟，更何况她只是个风尘女子，即便是花魁，也没有嫁进侯府的资格。我只觉得心酸极了。前世谢恒要我将平妻之位让与柳莹莹时，我的陪嫁丫鬟清代提出过质疑，她说柳莹莹一个青楼女子，嫁进侯府只会让谢恒颜面扫地。可谢恒却狠狠责罚了清代，不许她诋毁柳莹莹。他还说，只要柳莹莹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他不在意世人嚼舌根。如今这般撒谎，也不过就是以为柳莹莹死了，哄我开心罢了。我强压下不堪的回忆，嘲讽地笑道，谢小侯爷如果知道柳莹莹没死，还会这么说吗？谢恒浑身一颤，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腕，什么意思？沈云瑶，你是不是知道她在哪？我当然知道，前两世柳莹莹回京后偷偷挑衅过我几次，她跟我说过她的经历，她何时去了哪里，遭遇了什么，我全都晓得。我没有隐瞒谢恒，坦白道，江州府安阳县，去找他吧。谢恒眼底闪过一抹光亮，他猛地一把抱住我，感激道，沈云瑶，谢谢你。说完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收起了一亲书，尴尬道，沈云瑶，那一亲之事就暂时作罢吧。不过我相信顾云峥会对你好，等我找回莹莹，一定请你来府上喝喜酒。看着谢恒急匆匆离开的背影，清代鄙夷地呸了一口，还以为他是真心求娶小姐，没想到竟是假的。小姐，你别跟他来往了，那破喜酒也千万别去喝。我平静地笑道，我倒是想去，可他这喜酒能不能安排上还另说呢。清代满脸不解，我并不想刻意瞒着他，但重生之事毕竟匪夷所思，我怕被人当成疯子，便换了个说辞。我偶然间听江州来的商贾说过，柳莹莹离开盛京，其实是隐姓埋名嫁给了他的心上人，现在他们夫妻二人应该正式新婚。清代惊得目瞪口呆，但很快他便解气地笑道，太好了，等他碰一鼻子灰回来，肯定还要求着你嫁给他，到时候小姐你一定要多晾晾他。我平静地解释道，不用晾他了，我很快就要进宫了，等他回来就很难再见到我了。刚走出侯府，我便和顾云峥撞了个正着，我正好奇为何会这么巧，他便嬉皮笑脸地揽住我的肩膀道，沈云瑶，刚刚我遇到阿恒了，他说你来找他退还一亲书了，看来你想嫁的人还是我吗？离开战场，顾云峥永远都是这副玩世不恭、吊儿郎当的模样，换作从前，我一定会因为他不经意的玩笑和暧昧的举动羞红脸，可今日我却一反常态地避开了他，疏离道，顾将军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还请自重。顾云峥猛地一僵，手尴尬地悬在半空，待回过神来，他才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有些不悦道，沈云瑶，你叫我什么？我平静地重复了一遍，顾将军。顾云峥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才恍然大悟道，莫非这是什么成亲之前的规矩，未婚夫妻要保持距离对吧？他恢复了笑容，挥了挥手道，那你直说啊，我配合你就是。看着顾云峥熟悉的笑脸，我突然很想问问第一世没来得及问出的问题，顾将军，你心里对我有过爱吗？你送来一亲书，是真的想娶我吗？顾云峥浑身一颤，喉头微微翻滚，眼神不自觉地避开了我。看他的反应，我便已经知道了答案，可他却还在虚伪地辩解道，我要是不爱你，干嘛要送一亲书？沈云瑶，咱们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，在一起才是最合适的。我懂了，原来他退而求其次娶我，只是因为我最合适。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傻，第一是我为了他努力地学着做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，为他打理好内宅，为他尽心照顾公婆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为他解决所有后顾之忧，可他却将我耍得团团转。他仗着我不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想法，给我们的女儿取名莹莹，他还花费重金给女儿请最好的师傅教琵琶，教胡旋舞。那时我以为他是真疼女儿，可后来才知道，这些都是柳莹莹最擅长的，也是顾云峥和谢恒对柳莹莹一见钟情的原因。
顾云峥爱而不得，便只能将我的女儿培养成心上人的模样。过去种种像把锋利的匕首扎在心上，疼得钻心。我按住胸口，强压着翻涌的痛意，将易亲书还给了顾云峥。顾将军，你爱的人还活着，没必要跟我将就。柳莹莹在安阳县，谢小侯爷已经赶过去了，你若是再耽搁，恐怕会后悔一辈子。刚刚还急于跟我表明真心的顾云峥突然变了脸色，他紧紧盯着我，直到确定我没有说谎，他才猛地跳上了马，随后头也不回道：我先去趟安阳。沈云瑶，易亲书你先收着，等我回来，你若还想嫁我，咱们再商量。清代气得直跳脚，小姐，我还以为顾将军是真心爱你的，没想到他竟然也这般虚伪，我的心已经覆满了寒冰，荡不起一点涟漪了。我平静道：走吧，把易亲书送去顾府，咱们就该回家准备入宫事宜了。小皇帝在中秋宫宴上见过我后便念念不忘，所以我爹一提出来要让我进宫，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还给了我仅次于皇后的贵妃之位。礼部不敢怠慢，连夜择了吉日，定在7天后入宫。这段日子，顾云峥和谢恒都去了安阳，我倒是落了个清静，日日让清代陪着我逛街采买、喝茶看戏。毕竟入了宫之后，这样潇洒自在的日子就很难再有了。入宫前夜，我和清代坐在茶楼赏月，他好奇地问过我：小姐，你说他俩是会把柳莹莹抢回来，还是会失望放手啊？我回答不上来，因为前两世柳莹莹是在她的丈夫死后才回京的，她装成了被歹人劫持囚禁多年，隐瞒了自己成过亲的事实，所以顾云峥和谢恒不仅不嫌他失了清白，还更加心疼他，更想弥补他。这一世，我的提醒将他们重逢的时间提前了8年，算起来，现在正好是柳莹莹和她夫君最甜蜜的新婚期。顾云峥和谢恒此去一定会知道真相，但至于他们会怎么做，我确实不清楚。可回家途中，突然停在面前的2匹快马告诉了我答案。我看着面如死灰的顾云峥和谢康，平静地问：见到柳姑娘了吗？二人满脸尴尬，谁都没好意思先开口。我立马便什么都明白了，可我不想被人认为是幸灾乐祸，所以没有拆穿，继续装傻道：是不是人已经接回来，送去驿站安顿了？说着，我避到了路旁。顾将军和谢小侯爷赶紧回去歇着吧，回头再跟柳姑娘好好坐下来商量，看看由谁娶她。她毕竟是女子，只能嫁一夫，不像你们可以3妻4妾。顾云峥实在忍不住了，打断我道：我们没带她回来。谢空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解释道：她根本不是失踪，而是跟人私奔成亲了。谢恒越说越不甘，气恼得口不择言。我和阿征明明告诉过他，我们都愿意娶她，跟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可他却还是辜负了我们。他这样无情的人带回来做什么？顾云峥眉头一紧，猛地打断道：阿恒，你说你自己就行，扯上我干嘛？我还要娶沈云瑶呢，你这不是存心给我俩添堵吗？谢恒这才回过神来，他不悦地看着顾云峥道：沈云瑶没有亲口答应你，不能作数。这样吧，你我再送一次易亲书，让沈云瑶重新选一次如何？顾云峥有些犹豫，我不想再跟他俩过多纠缠，更不想被他俩当成物品争来争去，于是提议道：易亲书就不用准备了，怪麻烦的，明日辰时你俩来我家吧，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一夜未眠。次日一早，我梳好妆，换好嫁衣，静静地等着皇宫来人迎亲。可没想到，先等来的却是顾云峥和谢康，他俩并肩闯入我的房间，看见我一身红妆和府上满目红绸，二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意。我知道他俩定是误会了，果不其然，谢恒当先开口道：沈云瑶，你果然不是扭捏之人，我们只以为你要给我们答复，没曾想竟是打算直接嫁。说完，谢恒转头吩咐随从赶紧回府备好聘礼婚服，若是沈云瑶选我可不能让她等。顾云峥闻言不悦地皱眉道：谢恒，你会不会太自信了点？沈云瑶都还没说选谁呢，况且我的胜算可比你大。见他俩争执，清代忍不住想解释，我拦住了他，反正等着也无聊，全当看戏吧。不过我也有点私心，前2世顾云峥和谢恒将我的真心视为草芥，伤我至深，换成谁都会想泄愤。看着他俩当跳梁小丑，我心里舒坦多了。沈云瑶，你直接说吧，到底选谁？顾云峥的催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绞着手帕，故作为难道：还没想好，毕竟你俩心里都装着别人。顾云峥急切地抢先道：沈云瑶，那都是过去了，我确实爱慕过柳莹莹，但只是一时新鲜，你也知道的，我长这么大，身边除了你，再无旁的女子，所以难免会觉得好奇。可我待你如何，你应是清楚的，对吗？是啊，就是因为太清楚了，第一世才会奋不顾身，一头扎进去。我知道，在遇到柳莹莹之前，顾云峥的心是真的。及笄那年，父亲的仇家劫持了我，想利用我逼死父亲。父亲是文官，想救我却力不从心，是顾云峥顶着箭雨杀出一条血路，将我救下。我还记得，
他受了伤，肩膀和小腿都中了箭，鲜血染红了衣袍。可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疗伤，而是陪着受惊的我。大夫看不过去，劝他一步治疗，他却担心我害怕，坐在我床边拔了剑。那箭头上有倒钩，拔出来的时候皮肉吱吱作响，旁人看着都觉得痛，他却硬是没吭一声。后来我问过他，那么痛为何不喊出来？他漫不经心地笑道：你这人最爱自责，我要是喊痛，你不得愧疚死啊！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，也是那一次，我心里便有了他的一席之地。哦不，应该说装满了他。成亲后，他也并没有因为得到而轻视，对我比从前更好。我生龙凤胎时难产，大夫问他保大保小，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我。他说孩子没了可以再要，但是爱人只有一个。我在迷糊中听到了他这句话，才有了坚持的力气。后来孩子长大，他也亲自教导陪伴。旁人说他没个将军的样子，可他却甘之如饴，说自己的妻子自己疼，他多为孩子付出一点，我就能轻松一些。可惜那么好的人，却在柳莹莹回来后一夜变样。也或者说他从没变过，只是将真心藏得太好，从没让我发现罢了。想到这里，我倒是更释怀了些。既然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又何苦困在虚妄的美好回忆里自苦呢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收拾好了情绪，但我没有回答顾云峥，而是转头看向谢恒。你呢？打算怎么解释？本以为他会像顾云峥一样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可他却出乎意料道：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沈云瑶，我很喜欢莹莹，从见到她的第一面起就不曾变过。清代一听，没好气道：既然如此，谢小侯爷干嘛又要来求娶我家小姐？谢恒有些许的尴尬，但很快他便稳住了心神，坦诚道：因为莹莹成亲了，娶不到她，我就想娶个最合适的。沈云瑶对我而言就是最合适的人。说完，他又对我解释道：沈云瑶，我之前确实有过欺瞒你的打算，但我想了一夜，若是做了夫妻，欺瞒便是最可耻的，这样对你不公平，所以今日我才决定坦诚相告。我倒是欣赏谢恒的实话实说，不过终究是晚了，他已经欺瞒了我一世，如今再如何都弥补不了过去的亏欠了。我平静地开口道：阿恒，其实我也不爱你，但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嫁过你一次，你待我很好，在那个梦里，我真心想过要跟你好好过一辈子，可惜你没给我机会，你扔下我奔向了柳莹莹，我孤独终老，到死你都不曾看我一眼，我不太想重蹈覆辙了。本以为谢恒不爱我，不会太过在意我的拒绝，可不知为何，他却又非要争上一争，大概是找不到比我更合适的人了吧。沈云瑶，那只是个梦，我不会让噩梦成真的。我知道你喜欢阿征，但他连句真话都不敢跟你说，你嫁给他将来真能如意吗？我虽然还没放下莹莹，但是我会努力学着爱你的，相信我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顾云峥一听简直气疯了，他顾不得俩人的旧日情谊，一把揪住谢恒的衣领，愤怒道：谢恒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凭什么空口白牙的污蔑我？再说了，沈云瑶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他爱的人是我，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自私，逼他做违心之事？谢恒推开顾云峥，再没了往日的客气，而是冰冷道：你这些鬼话骗得了沈云瑶，可骗不了我。你若只是因为新鲜，何必将你母亲的遗物送给莹莹？又何必因为她生病，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从边关跑回来陪她？顾云峥，沈云瑶就算再爱你，嫁给你也只会是悲剧收场。我微微一愣，原来顾云峥还为柳莹莹做过这些事啊！看来柳莹莹果然是他放在心尖尖上的人。我愈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，可悲可怜。我也再没了心思跟他们演戏，淡漠地抬了抬手：顾将军，谢小侯爷，你们都请回吧，我决定了，谁也不选。顾云峥以为是谢坑的话刺激到了我，慌神道：沈云瑶，我做那些都只是因为一时冲动，头脑发热，我跟你保证，将来再也不会了，原谅我一次，好不好？我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，感情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，没什么原不原谅的。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，有个算命先生告诉过我，柳莹莹的丈夫8年后会离世，你们那么爱他，大可以再多等等。不出我所料，二人的脸上多了一分迟疑，我愈发寒心，下令清代送客。可清代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府里管事便气喘吁吁的来了：小姐，外头来了个叫柳莹莹的姑娘，说是要找顾将军和谢小侯爷。我让管事将柳莹莹请了进来，随后坐到一旁默默看戏。原来顾云峥和谢恒找过柳莹莹后，柳莹莹的丈夫对她生了疑心，他总觉得柳莹莹跟二人不清不楚。在顾云峥和谢恒离开后，他便对柳莹莹动了手，险些丢了半条命的柳莹莹拼死跑了出来，雇车追来了盛京。柳莹莹瘫坐在地，满脸淤青，痛哭流涕道：顾将军，谢小侯爷，当时赵成在场，我不敢说实话，其实我是被他挟持的，他偷偷将我带离盛京，逼我嫁给他，我若不成，他便要杀了我。我迫不得已只能妥协，见二人半信半疑，
柳莹莹慌乱道：“真的，不然我干嘛放着荣华富贵不享，偏要嫁个一无所有的人？”这话说的在理，顾云峥和谢恒终于相信了。柳莹莹这才松了口气道：“如果顾将军和谢小侯爷不嫌弃，莹莹愿意嫁给你们其中一个人。”刚刚还信誓旦旦跟我保证的两个人瞬间动摇了，他俩尴尬地瞟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我彻底失望，冷笑道：“不用顾及我，我已经拒绝二位了，二位可以随意。”谢恒松了口气，道歉道：“沈云瑶，对不起，莹莹既然回来了，我就不想将就了。”说完，他快步冲向柳莹莹，将她拉进了自己的怀抱。顾云峥见状慌了神，生怕晚一步落了下风。沈云瑶，抱歉，我也想再争取一次。看着刚刚还为我争得面红耳赤的男人，我鄙夷地摇了摇头。果然人心难辨啊，还好这一次我没有心软。正巧这时外头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，在父亲的催促下，我赶紧拿起盖头准备出门。顾云峥和谢恒停下了争执，好奇的异口同声问：“沈云瑶，你这是干嘛去？”我笑道：“嫁人。”二人又不约而同地脱口而出：“嫁谁？”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竟在他俩的语气里听到了焦急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我平静地回答道：“嫁陛下，做贵妃。”二人猛地一顿，还是顾云峥先反应了过来：“沈云瑶，你疯了？你不是说过永不为妾吗？贵妃听着好听，不也是妾吗？”谢恒也劝道：“是啊，沈云瑶，我知道我俩的所作所为让你生气了，但是莹莹只能嫁一个人，不管我俩谁落选，都会娶你，让你做正妻的。你何必这样赌气呢？”我听着他施舍般的语气，只觉得恶心。我没赌气，既然都是嫁给不爱自己的人，那我干嘛放着贵妃不做，要憋屈的做你们的妻？好了，到此为止吧，耽误了吉时咱们都得受罚。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转身踏出了门。可突然脑子里又想起一件事，便好心提醒道：“忘了告诉你们，我曾跟青楼老鸨一起喝过茶，他跟我说过，柳姑娘离京前自己给自己赎了身，说是要嫁给自己的心上人。我没猜错的话，她并没被劫持。至于为什么突然来找你们，还要撒谎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俩但凡还有点脑子，就该仔细查查。”嫁进宫后，我没再过问过顾云峥和谢坑的事，小皇帝萧景琰也不知是不是新鲜，日日宿在我宫里，对我好的没话说。我压根没空打听他俩和柳莹莹的事，直到1个月后，母亲生病，我出宫市集，偏巧在街角遇到了顾云峥。短短1个月不见，他憔悴了好多。他仰头怔怔地看着马车上的我，红了眼眶。我扫兴地放下帘子，催促道：“快些走吧，免得爹娘等着急了。”可马车却纹丝未动。清代探头看了看，道：“顾将军拦住了马车。”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隔着帘子道：“顾将军当街纠缠宫妃，传出去咱俩可都不好过。”顾云峥的声音嘶哑得吓人：“沈娘娘，臣只是想跟你说说话。”我平静地回答道：“顾将军是外臣，有话不该与本宫说。”可顾云峥却像听不到一样，自顾自地开口：“柳莹莹确实不是被挟持的，她和那赵成是青梅竹马，早年家乡遭灾，二人走散了。重逢之后，他俩旧情复燃，但柳莹莹的身份说出去不好听，所以他才偷偷离京，改名换姓，跟着赵成去了偏远的安阳。他之所以回来，也并非对我俩有情，而是他们夫妻的日子过得清苦。赵成便提议让他来讹我们一笔钱。阿恒大受打击，已经把自己关了半个月，不吃不喝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多问，清代便好奇道：“那顾将军你呢？你没受刺激啊？”顾云峥背脊一僵，愣了许久，才苦笑道：“刺激自然是受了，但更多的是后悔。”顾云峥走到马车侧面，压低了声音：“沈云瑶，我最后悔的是没有坚定的选择你。如果一切能重来，没有如果。”不等顾云峥说完，我便出声打断了他：“顾将军，这世上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如果。你后悔也好，难过也罢，都是自己选择的路，就算跪着也得自己走下去。好了，以后我们别再见面了，陛下待我很好，我不想给他添麻烦。”马车绝尘而去，身后只留下顾云峥被夕阳拉长的身影，看起来落魄又可怜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今天的一切都是他该得的报应罢了。本以为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，可给母亲试完集回宫那日，我的马车又被人拦下了。只不过这次是谢恒，我没有避开，因为我知道若是不说清楚，那便算不上了断。我平静地开口道：“听说你这段日子过得不太好，陛下器重你，你该早些走出来才是。毕竟这世上除了感情，还有更值得珍惜的人，更值得做的事。”谢恒沉默了许久，答非所问道：“沈云瑶，我原本没脸见你，但昨夜我也做了一个跟你相同的梦，梦里你我做了一世夫妻。我总觉得那个梦很真实，不像假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你说的没错，那其实不是梦，而是你我的前世。”我将第二世的事告诉了谢康，因为有梦境在先，他没有太多质疑，他自嘲地笑出了声，
原来如此，你不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竟这般混账。沈云瑶，对不起，前世今生都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早已释怀，平静道，都过去了，不必说对不起，将来好好活着，替陛下分忧解难便是。谢恒重重的点了点头，刚要离开，顾云峥却从阴影处走了出来。他应该是听到了我和谢孔的话，不甘地问道，沈云瑶，那我呢？你明明爱的是我，为何要选阿恒，不选我？我苦涩地摇了摇头，不是我不选你，其实在嫁给阿恒之前，我已经跟你做过一世夫妻了，可你却为了柳莹莹亲手杀死了我和我们的一双儿女。我把第一世的事也告诉了顾云峥，他如遭雷劈，双腿一软，像滩烂泥一样跌坐在地，不敢置信的喃喃自语，不可能的，我怎么会害死你和孩子？不可能。我叹了口气道，顾云峥，相比于阿恒，我其实更恨你，可是这天下和百姓还需要你护着，我没法找你报仇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若是当真想赎罪，就好好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。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过他们两个。谢恒虽还在朝廷，我却刻意避开了他，有他在的场合，我都找理由不出席，倒不是还有情和恨，只是觉得没必要再徒增烦恼罢了。而顾云峥请了旨永守边关，至死不还朝。柳莹莹被拆穿后，逃回了安阳县，可某一天，她和赵成出门时，却遭遇意外，不幸身亡。清代听说后，偷偷问我，娘娘，如今天下和清海晏，我不信山匪这么嚣张，你说是顾将军干的，还是谢小侯爷指使的？我无奈地敲了敲他的脑袋，道，一个心思不纯的风尘女子罢了，死不足惜，以后莫要胡说，污蔑朝廷重臣可是要杀头的。清代吐了吐舌头，摆手道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小命要紧。1年后，我怀孕了，萧景琰还是天天往我寝宫跑，我害怕树大招风，劝他道，陛下，你还是多去看看其他嫔妃吧，尤其是皇后娘娘，省得别人说我专宠，要我脑袋。萧景琰却笑道，放心吧，后宫每个人朕都给了好处，他们不会多嘴的。至于皇后，我俩从成亲就约定好了，互不干涉。她是为了家族嫁给朕的，我俩没有感情，况且她已经有了孩子，不会有什么不满的。听到萧景琰的话，我实在忍不住好奇道，陛下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只不过是宫宴上见了一面，不至于吧？萧景琰意味深长地笑道，谁告诉你？宫宴上是朕第一次见你。我猛地坐直身子，诧异道，陛下的意思是，咱们之前就见过？萧景琰点了点头，9岁那年，朕独自一人溜出宫看花灯，被几个醉鬼欺负，是你救了朕。我激动地跳起来，陛下就是那个可怜巴巴叫我姐姐的小男孩。萧景琰挑了挑眉，这点倒是记得挺清楚，要不朕再叫声姐姐给你听听。我急忙摆手，不用不用，小命重要。全文完。